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n 朱利安。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热门话题哦，就是黄金。黄金创了历史新高价，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呢，最高价来到4381美元兑1盎司。那还能够进场吗？很多人都在问说，会不会继续涨？现在是不是还可以买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不过呢，首先呢，我要先坦白说，我对黄金的看法其实比较接近这个股神巴菲特的观点。就是黄金除了这个工业上的用途之外，其实它本身并不是一个会产生利息或者现金流的资产，那所以它也没有像股票那样子有本益比这类的估价数据可以参考。那它的价格其实主要就取决于投资人对它的信心，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黄金其实算是一种动能交易，就是取决于市场的供需跟买卖力道。那买的人多，它就上涨；那买的人少的时候，就可能下跌这样子。我想我们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黄金在历史地位上作为一个货币的一个发展的简单的回顾。在100多年前就大概1910年代那世界各国采用的是所谓的金本位制度。所谓的金本位就是国家发行货币就是在印钞票发钱的时候呢，它要有等值的黄金作为保证。那货币呢是可以直接兑换成黄金的所以这样子大家对这些货币的发行会比较有信心。可是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那世界各国呢为了支付这个庞大的军费，开始不断的印钞票，可是黄金不够了所以金本位制度呢到此崩溃。一直到了2次世界大战结束就1944年之后呢，世界各国才重新又在美国举办了一个布雷顿森林会议，他们决定呢把世界各国的货币跟美元来挂钩，然后美元再跟黄金挂钩。那当时的比例呢是1盎司的黄金是兑换35美元，那这个呢就是被称为金汇兑的本位制度。不过一直到了1971年又是因为战争美国因为这个越战支出庞大，又需要开始印钞，而黄金储备不足，所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就宣布说，美元不能够再兑换黄金了。从此以后这个全球的货币就完全脱离黄金，进入了所谓的信用货币时代。也就是说，货币的价值呢不再取决于你有多少的黄金，而是依靠政府的信用，还有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国力等综合的因素。就算是这样了，黄金还是被大部分人视为一个最稳定的终极资产而且各国的中央银行也依然持有大量的黄金来作为储备，因为它在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还是能够带来相当的信任跟安全感。好，那我们回顾了一个金本位的历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再回顾一下黄金在历史的走势它的金价在历史的走势呢有3大涨跌周期。我们来快速的回顾一下。那么第一波的大多头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1971年这个黄金跟美元脱钩之后呢，那后来在1973年又爆发了一个石油危机，所以引发全球的通膨。这时候很多投资人呢就纷纷的抢进黄金来避险，所以金价也从当时的35元一路飙涨到1980年整整上涨了10年的一个大多头，最高点曾经一度来到873美元，所以涨幅最高超过20倍不过呢，进入到80年代之后呢，当时的美国联准会 FED 的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 他呢决定来大幅升息来控制这个通膨。所以当时如果这个老一辈的朋友还有印象的话呢，在大概30-40年前当时的利率其实是很高的。那所以呢，这也引发了就是大家对这个黄金的注意力大幅的下降，所以也使得黄金的价格呢进入了20年的空头市场从1980年到大概1999年。而且呢，在1990年代当时美国又盛行这个科技股走了这个大多头，而且全球的经济又很繁荣的一个背景之下，所以黄金的价格一路下跌到大概1999年曾经来到252元才落底，这个跌幅也超过70%那接着第二波的大多头呢，在2000年公元2000年网络泡沫之后，加上2001年美国又遇到了这个911事件，所以美国的联准会就中央银行又开始改变方向了，积极的降息，采取这个宽松货币的政策。
那么美元走弱，加上新兴市场的需求上升所以黄金又再度起飞那么一路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在2011年，黄金又再次来到了1921美元这样的一个历史高点那在这10年之间，从2000年到2011年的10年，大概上涨了超过7倍从252到1921，这也是第二波的大多头。那紧接着呢，自然又进入到了第二波的空头下跌的市场。那么在2012年之后那么联准会开始升息美元也转强，所以呢这一波的修正速度时间上相对的比较短回跌到2016年，那么价格呢是在1046元，就是在1000多美元这个地方呢有了一个止跌，可是修正幅度也将近45%，之后就进入了所谓的盘整阶段。那么一直到大概5年后，也就是2020年疫情爆发COVID-19 的时候，那个时候世界各国呢都开始实施一些宽松的政策啦降息啦，然后发这个现金啦救经济，所以也导致这个通膨预期升温。那一次黄金第一次突破2000美元的关卡之后呢，又在2024年也就是去年呢开始大幅的上涨，到今年2025年我们在录音的时候10月份呢，这最高来到4381这样的一个历史高价。那如果我们从2016年大约1000多元这样的低点起算的话呢，涨幅已经超过4倍涨幅超过4倍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认识一下，到底为什么大家都很好奇，就是为什么这一波的涨幅这么的凶狠这么的凶猛，为什么是哪些原因推动了黄金的基本面大涨那坦白说，虽然我不是黄金专家不过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有3个基本面因素是我们可以留意的。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动荡包括在最近这几年，从疫情之后，然后战争，然后呢还有这个关税战，导致全球的一个政治局势其实都在快速的改变。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元相对的弱势那投资人呢就寻求这个所谓的避险资产。简单来说啦，就是世界越乱那黄金的这个避险魅力就越强所以第一个因素呢，我认为是跟这个地缘政治的动荡有关。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第二个因素呢，也是跟各国的央行积极的开始囤积黄金除了民间的投资者、一般的散户买进黄金之外，其实这一波各国央行也加入了这个买黄金的行列。尤其是从2022年到2024年根据这个统计数据全球的央行每年购买黄金的这个数量每年都超过1000吨这是创下了大概55年的新高，所以对这个黄金的价格呢产生了一个明显的支撑那第3点呢，就是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常历史上黄金跟美元的走势通常是相反的所以当美元走弱，然后利率下降的时候呢，这个持有黄金因为它的机会成本相对降低了，所以也有可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金市，所以它从一个本来是避险的目的，甚至于到后来会变成是一个所谓的 FOMO 就是大家一个热门的追涨的这样的一个标的那所以黄金跟美元的一个关系呢，是大家非常可以注意的一个地方所以像现在呢，美国 FED 的政策又倾向于让利率走低，那么美元也是呈现一个弱势的情况下呢，我认为黄金可能短期之内呢，可能还是有想象的空间了。好，所以综合以上的这些因素我们从历史的脉络，还有从这些基本面的角度来评估之后呢，现在到底大家可能最想知道就是还能不能够投资黄金那坦白说啦，我觉得我必须中肯的说，这个还是要回到每个人的投资信仰那就像一开始我分享的，我对黄金是没有特别的信仰的。可是呢，正好上个月我是在跟一些长辈聚餐，那就有一个长辈分享说他有一个习惯，他每年他都会送孙子5两黄金当做他的这个过年的礼物。那几年下来哇，到现在这个黄金的价值也翻了好几倍，对不对？这个就真的是就好像我们的金鸡计划，它就好像是用一个定期定额，只是他买的是黄金，那这个真的是货真价实的金鸡母
那其实我们也回测了这个黄金的价格哦，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因为现在创了历史新高了，导致它的一个长期的年化报酬率也提高了。那事实上呢，这个有来到9%这样的一个报酬率哦，其实跟我们这个所谓的标普500指数哦，美国股市的一个长期的年化报酬率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呢，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我信仰的是指数教啊，就是对这个股市的指数呢有坚定的信仰。那对黄金哦，就像我说的，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能够产生利息，不是一个生产性的资产，而且呢，刚刚我们前面也分享，它也经历过这个失落的20年啦。所以如果原本你就是这个黄金的信仰者，那就不用说了。那如果像我这样子呢，我的做法哦，其实我会参考一些大型的这种资产管理公司他们提出的建议哦，就是可以把黄金一部分纳入你的投资组合，例如说用5%到10%的这个资金。那以我自己来说呢，我又会把它当成一个所谓动能交易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小试身手。可是呢，我不会把它当成一个长期配置或长期投资这样的一个工具了毕竟还是回到就是我说的，我对黄金其实并没有那么坚定的信仰那我觉得，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想要搭上这一波的黄金热潮，那又不希望它造成太多的损失的时候，那可以斟酌的来配置一些资金，并且做好风险管理，作为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参考方式。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了。不管你是不是黄金的信仰者，都欢迎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那别忘了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